Hello，睇下睇唔睇到自己先啊？OK，睇一睇10月5號瑞士時間晏晝，等一等啲朋友入嚟，睇下自己。OK，睇下 OK，大家好啊 ，Apple 派你好啊，OK，我睇下先，我要咁樣 OK，睇下自己啊。幾好啊！喺屋企，喺屋企做直播咧，好舒服，又可以晾高隻腳。我睇睇自己先。10月5號啊，可以要睇一睇字嚇，要聽下自己把聲，再打咗2盞燈，今日唔夠光，聽下自己把聲 OK 喎，最緊要唔好有電流聲。OK 啊嚇，我個咪線咧駁長咗2米，咁其實駁長啲咧就冇電流聲。OK， 而家 O 唔 OK？ 使唔使坐後少少？而家冬天啊，今日12度啊。10月5號星期日，瑞士時間4點鐘，香港咧就係夜晚10點鐘。OK， 呢件妹仔衫啊，格仔衫，我好中意格仔嘅，黑白灰格仔嚇。咁咧等陣先，隻腳可以晾前啲，伸直啲係唔使。OK， 啊咁啊坐得舒服啲。OK， 咁啊唔使聽到自己把聲啊。OK 啊。OK， 咁咧呢個手機咧，呢啲咪咧係最簡單嘅，唔使 Bluetooth， 又唔使插電，個手機又唔使食電。咁呢個咧左右咧就打咗2盞燈。咁呢個咧係我個睡房。今日咧就係10月5號星期日晏晝瑞士時間4點鐘，香港咧就夜晚10點鐘，好似又打風喎。今年嗱，我7月11號飛翻嚟之後，我諗不停打風，不停黑雨紅雨。我上網睇好似打12個風球係嘛？12個風球好犀利，未試過。2個月7月8月9月3個月啦，翻嚟3個月打咗12個風球。OK，Apple 派你好啊嚇，咁等多一陣啦，啲朋友仔入嚟啦嚇。咁2個禮拜冇做直播啦，因為好忙，屋企咧有訪客，有朋友喺呢度住，咁啊要招呼啲朋友，同埋唔係好方便。如果我做直播咧，佢講嘢咧又有噪音啊，或者突然之間直播緊就叫我啊咁樣，咁變咗咧今日咧就環境許可，又可以做直播啦，同大家傾偈啊！聽唔聽到我講嘢咧？再聽下自己，唔使咁大聲係咪？睇下先。
OK， 個聲線 OK， 聲線 OK 係咪？聲線 OK。OK， OK， 再等多一陣，朋友。大家食得飯未啊 ？OK， 咁我唔使聽呢個啦。嗱，又係啦，開場我呢一個咧就係西柚汁加有氣嘅礦泉水，溝稀咗，再加啲香檸汁，咁我咧就用飲筒飲嘅，好好味啊！我咧就唔中意飲清水冇味嘅，我飲水咧要有啲味嘅嚇。就咁清水咧好寡冇味，我即係盡量咯，盡量真係有啲味調下味咯，我中意咁樣。OK， 睇下先啊，咁睇下 OK 嗱，今日咧同大家傾下偈，又係分享下咧。阿 Kit 姐就做咗資料搜集嘅，因為咧今日講嘅題目咧係少少認真嘅，唔講得笑噶嚇。但係就想同大家分享下，咁個題目咧就係其實瑞士咧我諗對大家嚟講咧都有少少神秘。因為多數都係嚟旅行，咁嚟住咧另外一回事。咁嗱，大家都知道啦，瑞士係全世界生活指數最貴最高嘅，啲嘢好貴嘅。咁啲人人工又高啊，揾錢又多喎，好富裕係咪？咁其實咧就係有一個 terms 叫做 rich poor，即係話有錢得嚟咧又係窮嘅。但係咧佢個貧窮線咧就唔同其他啲國家比嘅，佢嘅貧窮線咧就好高下嘅。咁其實瑞士咧都有窮人嘅，但係咧就都照常生活咯，即係唔會窮到冇飯食啊，或者有乞兒啊。瑞士應該行乞係犯法嘅，係唔準乞錢嘅嚇。咁其實咧瑞士好多人喺呢度生活住咧，其實都係掙扎緊嘅嚇，唔係話即係大家知道咁富裕啊，唔係個個都係有錢佬啊，唔係個個都係戴勞力士錶啊咁樣。其實唔係嘅，喺呢度住咧係另外一個畫面嘅。咁阿 Kit 姐喺呢度住咗30年咧，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咯。咁嗱，其實瑞士咧啲嘢就好貴嘅。大家如果嚟過瑞士旅行就知啦，啲嘢係好貴嘅。麥當勞指數咧最近咧加咗價，我最中意瑞士麥當勞係好好食嘅。咁之前咧我食一個Royal Cheeseburger 嘅 menu， 咁咪細薯條、細可樂，一個漢堡包13.7。最近咧就加咗價啦，14.4，加咗7毫子，即係加咗7蚊。因為而家咧瑞士法郎都好勁嘅，1對10。咁啊14.4一個 menu 咧係講緊140蚊香港錢一個漢堡包 menu。咁大家即係好貴啦，但係喺呢度住咧，喺呢度揾食咧，喺呢度賺錢咧，其實咧都可以勉強可以生活到嘅。咁但係佢都要慳錢噶嘛，咁嗰啲人慳錢咧就其實最主要平日嘅消費咧就係食嘢，係咪？食嘢即係起居飲食，咁佢哋都有方法係去慳錢嘅。所以今日咧，阿 Kit 姐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瑞士真實嘅一面俾大家知道，就唔係話風景啊、湖光山色啊、啲人好有錢啊。其實即係如果用翻瑞士個國家嗰個指數嚟睇咧，有錢嘅人咧係有，但係咧平民百姓咧即係餐咩日日揾錢，日日餐咩餐清，就其實就都好多人咧都係生活得都好掹緊咯嚇。
咁俾睇睇先嚇，我聽聽我自己講嘢。因為如果一路聽就一路講咧，又好影響到我講嘢。但係我咧 ，OK， 但係咧，因為我咧就唔中意用前面鏡頭嘅，我係用後邊鏡頭調轉個手機，我係睇唔到自己㗎，我係完全睇唔到自己㗎，我係靠呢部手機嚟睇翻個畫面，又聽唔到自己講嘢。OK， 都好考技巧。嗱，今日個標題咧，我係寫咩咧？瑞士人合法散，哎呀，坐得好辛苦啊，背脊冇得挨。OK， 瑞士人合法散錢嘅招數，咁咧就跨境購物。咁跨境購物咧，就其實等於即係好似香港咁樣嘅啲人經上水啊，去羅湖啊、福田啊、經蓮塘口岸啊，翻深圳買嘢。咁就其實咧，香港人咧跨境即係翻大陸買嘢咧，其實咧就好幸福嘅，任你買任你食，係咪？冇問題嘅。但係喺瑞士咧就有法例嘅。佢海關有法例，咁瑞士人咧就知道嘅，一定要遵守嘅。咁你跨境喺出邊買嘢帶翻入嚟咧，佢係有法規、有法例、有規則，一定要遵守。咁但係都可以，啲人都可以慳到錢嘅。咁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下。咁嗱，我唔等咁多朋友入嚟啦，佢而家有11位朋友入咗嚟，咁我照講啦。咁我咧就做咗資料搜集嘅，因為呢啲嘢唔講得笑啊，呢啲嘢唔可以亂咁講。嚇，咁跌咗支筆 ，OK， 呢啲嘢唔可以亂咁講，我執翻支筆先 ，OK， 用支筆咧方便啊，唔使用隻手指讀嚟讀去嚇。做咗資料搜集㗎，咁我就睇咗一次嚇。嗱，咁佢其實瑞士對於大家嚟講，即係我覺得喺呢度住唔係咁多人，就算住咧，後生嗰啲嚟讀書啊，讀酒店管理，咁佢哋讀酒店管理，一學生身份，咁都係嚟使錢㗎嘛，同埋冇家庭嘅包袱，咁變咗即係真係喺呢度住咧係唔一樣嘅。咁嗱，真係喺度住咧，咁其實瑞士人佢人工係好高，但係樣嘢柴米油鹽食嘢都好昂貴，咁變咗係抵消咗嘅。抵消咗之後咧，佢哋其實剩翻嘅錢咧就係唔多嘅，咁變咗佢哋咧就要呢度慳嗰度慳，呢度慳嗰度慳。咁佢通常咧，因為佢啲物價太高啊。咁啲超市咧，呢度啲超市咧，好多時咧就係今日到期或者聽日到期嗰啲日子咧，佢就會減價。但係咧減價得嚟咧，唔係半價，減少少。即係譬如嗰包嗰個超市嗰一盒嘢，譬如係10蚊，佢會減2蚊咯，8蚊咯。咁但係啲人見到咧都好開心嘅，會去買嘅，即係會買。咁即係變咗呢度慳2蚊，嗰度慳2蚊，咁慳埋都 OK 嘅。我又嗱呢度咧生活真係好貴。如果係正常嘅價錢咧，1公斤啊，1公斤嘅牛肉咧係講緊500蚊香港錢，50蚊瑞士法郎嚇。1公斤嘅牛肉係50蚊瑞士法郎嘅可以。咁通常啲人咧都係買減價嘅，咁佢啲超級市場咧，耐唔耐咧都會跟住咁減價嘅。今個禮拜減牛肉，下個禮拜減豬肉，再下個禮拜減雞咁樣咯。就係即係你要睇住係減乜嘢。咁瑞士佢係歐洲中部啊嘛，佢歐洲中部咧，佢就俾好多國家圍住㗎。咁你德國、法國、奧地利下邊就意大利。咁瑞士人咧，如果係住近邊境嗰啲咧，佢哋咧就好多時咧就係揸車，通常揸車或者搭火車跨境購物，就去咗德國、去咗法國、去咗意大利、去咗奧地利買嘢，然後拎翻嚟。咁但係有法例有規則嘅喎，唔係隨便任你買咁喎。所以其實咧香港好幸福㗎，香港真係日日去買嘢喺深圳任你買。推架車仔任你，冇人理你，但係瑞士唔可以㗎。瑞士係
真係有好嚴格嘅法例規範住嘅。咁如果你犯咗法咧，捉到咧係罰得好重嘅。嗱，咁佢其實咧就瑞士嗰啲跨境購物咧，其實瑞士本身嘅嘢咧，佢有個增值稅嘅 VAT（Value Added Tax）。VAT 咁標準嘅 VAT 咧就係而家咧就加到8.1%，係嘛嚇？咁佢另外一個咧就標準嘅 VAT 增值稅咧就係講緊食嘢啊、衫啊、鞋啊、服務啊、有酒精嘅酒啊咁樣。咁佢有一個咧叫做優惠嘅 VAT 咧就係2.6%，就講緊食物啊，冇酒精嘅酒啊、書啊、報紙啊、雜誌啊嗰啲，咁嗰啲咧就係優惠嘅 VAT 2.6%。嚇，我再睇啲留言，有冇人留言先嚇？我咁樣講會舒服啲啊，晾住隻腳嚇。睇下先。OK， 咁樣，因為咧我呢張凳咧冇得挨凌空，所以我咁樣我會舒服啲嚇。嗱，咁而家譬如例如講蘇黎世啦，蘇黎世啲人咧多數咧就係去德國跨境購物即日嘅。咁每個人瑞士係每個人每一日係講緊每個人每一日。咁之前咧係300瑞士法郎，但係咧2025年今年咧1月1號開始咧就減半150嚇。2025年1月1號咧每個人每一日喺境外帶入嚟瑞士境內嘅購物咧嘅價錢咧只可以150個瑞士法郎，即係折合嚟講咧。而家個瑞士法郎好勁啊，係講緊1500蚊香港錢啊嚇咁樣。咁佢仲有喎，佢減半喎，好犀利喎！即係舊年2024同今年不嬲都係300瑞士法郎嘅。2025年咧1月1號咧就減半150。咁其實佢咁樣減咗之後咧，嗰個效果咧，嗰啲人嗰個跨境購物嗰個模式會唔會變？即係會唔會買少啲啊？因為150啊嘛，減半啊嘛，或者調翻轉頭去密咗，係先？本來一個禮拜、一個月去一次嘅，而家變咗咧個禮拜都去一次，咁密咗，而家都未知嚇，因為實行咗都大半年啦，咁啲數據都未出，咁但係啲人都接受咗噶啦，150個瑞士法郎。嗱，咁佢要報稅嘅嚇，咁瑞士咧。我諗好多人都知啲唔知咧，知啲咧。瑞士咧唔係歐盟國家，我哋唔係 EU，唔係歐盟國家。咁變咗咧，瑞士同出邊嘅國家咧係有邊界嘅嚇，變咗咧係有個 custom 嘅，有個海關嘅。咁你出入人啦、貨物啦都要報關嚇，有個海關嘅。因為我哋唔係歐盟，即係唔係。啲人可以自由流動咯，你揸車一定係有個邊界嘅。咁但好多時咧，啲 custom 嗰啲海關人員咧都飲咖啡啦，唔喺度嘅，你照過噶啦。其實但係咧，佢有權截你嘅。咁帶嘢翻入嚟都係你知。咁我哋要報稅咯，所以瑞士嗰啲嘢咧係有個叫 VAT 增值稅，每一樣嘢都有個增值稅。嗱咁仲有瑞士人去歐盟國家買嘢拎翻入嚟瑞士咧就好寬鬆下嘅，即係其實佢都係抽查，唔係成日真係好查。但係如果唔喺歐盟入翻嚟，唔係歐盟即係譬如蘇聯啊嗰啲地方咧入嚟咧就好麻煩啦。咁通常而家都係講緊歐盟國家跨境，咁通常都係德國、奧地利、法國咁樣跨境咁買嘢買入嚟咯嚇。咁睇下先。我個樣 O 唔 OK 啊？我個樣都 OK 嚇。嗱咁樣嗱，香港人就返深圳買嘢啦，瑞士人咧就都係有呢咁嘅習慣嘅，但係就唔係多
多數咧就住喺即係離邊境2個鐘頭車嗰啲人咧，都可能會做呢個動作。咁邊境2個鐘頭車，即係講緊巴塞爾啦、巴素啦、蘇黎世、蘇黎啦，就算去到路商咧，都會有嘅，都會有人咁樣揸車去德國或者奧地利買嘢嘅。嗱，咁佢跨境買嘢咧，佢個法例咧，而家就阿 Key 姐就試下，我資料搜集，我亦睇咗，我亦知道，但係我都要望一望我啲打稿，因為驚講錯嘢。咁你跨境購物有2個條件嘅，有2樣嘢規範住嘅，有2個條件規範住。第一就係每人每日嘅價值上限就係講緊150瑞士法郎。OK， 咁第二個條件咧就係你買入嚟嘅嘢，不外乎家庭用品啊、食物啊、衫褲啊、鞋襪啊，即係消費用品啦。你買入嚟嘅嘢咧，係一定咧就每一樣嘢佢有個上限嘅數量上限。咁就話咧，每人每一日總嘅價值一個上限150瑞士法郎。第二樣嘢就係150瑞士法郎入邊嗰啲物品，每一樣嘢分門別類都有一個數量嘅上限。咁阿 Key 姐咧跟住咧就會解釋俾大家聽係乜嘢東東，係咪少少複雜啊？嚇！所以咧香港人係好幸福嘅，背靠祖國，乜嘢都返大陸嚇，返大陸睇醫生，返大陸睇牙，返大陸食嘢，返大陸買嘢買餸買剩，任你買，中意就買。瑞士咧唔係唔得，但係咧有規範咯。即係要守規矩咯，有法例咯，即係唔係話你去德國、去奧地利、去法國買嘢任你買，唔係任你買㗎嚇。即係咁有啲人咧都會偷雞嘅，咁捉唔到就 OK 咯。如果捉到咧都好大件事㗎嚇。嗱，咁通常咧而家講緊咧就搭火車或者揸車嚇，飛機咧就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嚇。講緊即係平時日常用品嘅跨境購物，咁佢咧就有幾樣嘢要注意嘅。第一就係你要最緊要就係要出示收條咯，所以嗰啲收條咧一定要保留嚇，即係過關嗰時佢有權咧就問你個收條，通常你都要俾個收條佢噶啦。咁樣阿 Key 姐30年前初嚟到咧，貪得意都有做呢個動作，都去德國買嘢。咁嗰陣時同而家咧可能唔同啦，而家咧就可能要佢有個 Apps。喺個 Apps 嗰度上網填一步啦。嗰陣時咧就真係咧要有個 counter 嘅 counter 埋排隊，跟住咧有個表格要填嘅，跟住咧就要俾啲收條佢，跟住嗰啲人咧就睇嗰啲收條，咁啊揼個 chop 之後咧就 OK 啦咁樣。講緊係30年前嚇，而家就應該係用 Apps 啦。咁同埋咧海關佢真係抽查你，佢真係查你咧，佢要覺得你買嗰啲嘢係俾個人消費咯，即係即係合理嘅價值同埋合理嘅數量。咁即係點解咧？即係點講咧？即係譬如你冇理由買10隻燒雞，係咪？一隻雞買10隻，咁你如果一個人你唔可以咁噶嘛？又或者你買嗰啲葡萄酒，你冇理由買50支葡萄酒，咁即係因為佢要咧係要個人用個人消費，就唔想你咧愛嚟即係帶入嚟之後咧走去賣啊嚇，走去賣咁啊，做生意就唔係咁好啦。即係佢唔想你賣，同埋如果佢抽查到你咧，你係犯咗法咧，就罰得好高嘅，罰款罰得好高㗎嚇。所以啲人咧就通常咧都係好小心。咁我陣間講啦，有方法嘅，有方法可以合法咧去盡情購物嘅。咁盡情購物其實咧都有個上限嘅嚇。咁但係每日咧150瑞士法郎 ，OK。咁我而家就飲一飲，好頸渴，要飲呢。
好好味。今日好凍啊，今日12度啊，前兩日啊仲凍啊，前兩日我哋打波得翻8度咋嚇，好彩仲未落雪。今日正話咧落完雨，正話有彩虹嚇。大家如果可以嘅留言俾我啦啊。OK， 咁咧就我繼續講啦。我做咗幾耐直播？做咗25分鐘啦，咁快啦。OK， 嗱，咁啊而家講戲肉啦，其實就講嗰個跨境購物嘅法例係其實係咩事咧？咁樣嗱，咁佢食嘢啦，通常講食嘢啦，係咪食嘢啦？咁佢食嘢咧就係規定嘅，你肉類同埋肉製品，肉製品啊，包括生肉，即係牛肉啊、豬肉啊、未煮熟嘅肉啦、雞肉啊咁樣。咁啊，肉製品啊，火腿啊、香腸啊，咁呢啲係肉類嘅製品。咁每日跨境購物帶翻嚟瑞士咧，只可以1 kilo 1公斤，每個人每日只可以1公斤。OK， 有規定㗎，唔可以話買2公斤嘅肉，只可以買1公斤。咁佢生肉同熟肉製成品咧，都係計埋一齊嘅。OK， 咁啊牛奶啦，牛奶同埋乳酪，即係牛奶，即係譬如yogurt啊、牛奶嗰啲咧，每人每日喺跨境購物帶翻嚟瑞士咧，只可以1公斤或者1公升，1個 litre 或者1公斤嚇，唔得多㗎。咁油啦，煮食油啦，橄欖油啊，嗰啲咧，每人每日跨境購物最多就係唔可以超過5公升啊，即係5個 litre，同埋係自用嘅，只可以自用嚇。咁海鮮啊、魚啊嗰啲都可以帶嘅，每日海鮮同埋魚只可以1 kilo 1公斤嚇，1公斤嚇。咁啊雞蛋咧，每日只可以10隻雞蛋，10隻雞蛋。咁蜜糖啊，蜜糖嗰啲咧又係1公斤，或者1 litre。咁啊酒啦，嗱酒呢樣嘢分得好仔細嘅，酒咧有酒精同埋冇酒精。咁咧酒精咧就分嘅，酒精就分18% 以下同埋18% 以上。咁如果係酒精飲料18% 以下咧，就可以5公升5個 litre。如果係酒精飲品18% 含酒精18% 以上咧，每日咧就可以1公升1個 litre。咁香煙啦，香煙咧又係每日250支嚇，雪茄咧每日50支嚇，咁大約呢啲咁嘅嘢啦。咁譬如咁你話唔係食嘢嚇，唔係食嘅嘢咁點啊？唔係食嘅嘢咁啊冇限制嘅嚇，冇限制嘅，即係譬如你買鞋啊、買衫啊、買手袋啊、買水果啊、買生果啊、買朱古力啊、買餅乾啊、買咖啡啊、買茶咧係冇限制嘅，即係個數量冇限制，但係就係我正話講過啦，跨境購物入嚟瑞士咧有2個條件，第一就係每種類嘅上限數量，第二咧就係個價值個總價值。咁變咗咧，你買鞋買衫咧，你又係個價值唔可以超過150蚊瑞士法郎，1500蚊港紙嚇。咁多咗咁點啊？我陣間講啦，我一再睇個留言，睇下自己嘅樣嚇。Eric 你好啊，卡文潘你好啊，卡文你好啊嚇。星期日咧，夜晚10點幾咧，可能大家仲係喺街度食緊飯啊，或者飲緊嘢啊，或者睇緊電視啊，同埋同時期咧，香港好多都係做緊直播嘅星期日，尤其是星期日夜晚，或者電視機好節目睇啊咁樣就
冇乜人入嚟，咁唔緊要啦，有10幾個支持我都好開心嘅。咁啲朋友仔之後翻睇咯一樣嘅，係咪？咁其實阿 Kit 即係每一次做直播咧都有個主題嘅，即係有啲資訊同大家分享下咯。咁我覺得即係瑞士咁神秘，其實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完美。咁佢其實有好多法例、好多規定嘅，有好多古靈精怪嘅法例，大家諗都諗唔到嘅。咁今日講咧就係跨境購物。跨境購物咧唔同香港嗰個跨境購物嘅，香港真係一日走幾廿轉，走水貨又得，咩都得，任你嘅。呢度唔得㗎嚇，呢度唔得嘅，呢度真係要報嘅嚇。咁嗱，咁唔想阻大家，我而家做咗直播做咗幾耐啊？做咗半個鐘頭啦，咁我諗住45分鐘1個鐘頭到啦。嗱，咁而家講咗啦，咁點樣計一啲數係咪？咁嗱，譬如一個例子啦，譬如一個例子嗱，如果你去德國買嘢，你買咗200蚊瑞士法郎，買200蚊瑞士法郎就咩都有嘅，又有食嘢啊，又有衫褲鞋襪啊，但係嗰啲食嘢，譬如你買1公斤肉啊，即係你係跟足個法例嘅。但係咧，因為你買一對鞋咁樣就要200瑞士法郎，咁樣點樣計啊？係先咁樣咧，就係200個瑞士法郎。如果你淨係全部都係食嘢冇含酒精嘅飲料，咁我淨係講過啦，食嘢嗰啲咧係有個優惠嘅，個增值稅咧係2.6% 嘅，2.6%。咁如果你200個瑞士法郎全部都喺超市買嘢嘅，但係又合乎嗰個數量嘅咧，咁你打嗰個增值稅咧 VAT 咧2.6%，就唔係話200瑞士法郎減你嗰個 quota 150就50，唔係㗎，一個都150咧就總數200個瑞士法郎，冇得減㗎啦。200個瑞士法郎乘2.6%，咁你咧就打5個2人錢嚇，5個2人錢瑞士法郎嘅稅啦，5.2 Swiss franc 嚇，咁樣計嘅。咁啊，第二個實例咯喎，第二個實例嚇，譬如你買咗100蚊100瑞士法郎嘅衫嚇，衫嗰啲係標準稅率係講緊8.1%嚇，跟住80個瑞士法郎食嘢。咁啊，總共咧係180瑞士法郎，即係多咗30，係咪？咁啊，你買得件衫100瑞士法郎，買得80食物，咁衫嗰個咧係標準稅，食物嗰個咧係優惠稅。咁你標準稅同優惠稅咧就分開啦。咁變咗咧就冇得扣減150㗎啦。咁變咗咧係100瑞士法郎標準稅8.1%，8個1。咁啊80個瑞士法郎食嘢咧就係優惠稅2.6，咁樣咧就2.08。咁總之咧過咗150蚊瑞士法郎咧，就由第1蚊計到最尾嘅，係總數去計嘅，就唔會話過咗扣翻你基本嗰個限額，即係嗰個 quota 150，就淨係報稅，淨係扣你嗰個稅咧，扣你多咗嗰啲，唔係㗎啦嚇，一過咗咧就係全部一條數咁樣計嘅嚇，咁樣咧就分開標準稅同埋優惠稅。標準嘅增值稅嚇，而家講增值稅，標準增值稅衣褲鞋襪嚇就係8.1%，優惠嘅咧就係食嘢、書啊、雜誌啊、醫藥啊咁樣就係2.6%。嗱咁嗱，如果你譬如肉啦嚇，肉我淨係講咗嘛，每日只可以1公斤嘅肉，即係譬如買1公斤嘅豬肉，咁你買2公斤豬肉咁點啊？就係點樣咧？就係犯咗法啦。第1公斤係唔使俾稅，第2公斤咧你就要俾增值稅。個增值稅咧係17個瑞士法郎1公斤增值稅嚇，所以啲人咧係好守規矩嘅，係唔會多嘅。咁啊點算咧嚇？1公斤好少嘅咯。咁呢度啲人咧佢哋知嘅，佢哋知係用咩方法？
因為佢係每人每日啊嘛，每人每日，咁你唔會一個人去噶嘛，一家大細咯，小朋友都當一個人噶嘛嚇，咁你咪帶啲小朋友幾歲嘅小朋友，咁啊梗唔係嬰兒飲奶嗰啲啦，即係會行會走，3、4歲會行會走嘅，咁你咪叫埋隔離鄰舍啲小朋友，我哋去德國食嘢啦，車埋佢揸車噶嘛，咁你兩公婆兩個小朋友4個人嚇，再擸埋姨媽姑爹嗰啲小朋友，咁你每人每日150，4個人就600噶咯喎，係咪？4個人600，咁你咪帶多幾個，咁咪可以買多啲咯。咁其實咧，即係佢哋可以有方法去應付、去拆解嘅，同埋通常嗰啲人都係咁樣嘅嚇。即係譬如我要買4公斤肉嘅，我咪4個人去咯嚇，咁咪一人1公斤。佢係一架車，譬如你揸車咧，佢一個車咁計嘅嚇，一個車咁樣撈亂嚟計嘅嚇。4個人就一人150蚊，就變咗係600蚊咯，就4公斤肉咯咁樣。所以啲人係咁嘅。咁仲有咧，啲瑞士人咧，佢哋係好覺得瑞士係好驕傲、好 proud 嘅。咁我初嚟嗰陣時咧，就好新鮮啊嘛。咁啊去德國買嘢，咁即係好似去旅行咁啫嘛。啱啱先喺德國食嘢啊、買嘢咁樣。而家就冇啦嚇。咁啲瑞士人咧，如果佢哋跨境購物咧，佢哋好低調嘅，唔講嘅，唔會講嘅，即係唔會。香港人唔係噶嘛，去完深圳，哇就喺 Facebook 度講啊，或者同啲人分享，邊度食嘢最平，邊度嚇啲超市係好平嘅，好盛咁樣，即係好嘢大家分享。呢度啲瑞士人咧唔講嘅，好低調嘅，因為佢哋覺得咧係少少內疚感啊。內疚感，因為瑞士人咧，佢哋係好支持政府嘅，即係佢覺得咧，如果我去咗德國買嘢咧，我就會影響到呢度啲鋪頭冇生意，就好似累咗人哋咁樣，唔支持瑞士嘅經濟。所以咧，呢度啲瑞士人咧，去德國、去奧地利、去意大利買嘢咧，唔出聲嘅，唔講嘅，嚇好低調嘅嚇。咁但係佢哋需要，因為真係咧，啲嘢係好貴，好貴。咁你去德國買嘢咧，你就買得好痛快嘅，因為德國啲嘢係平好多，同埋我哋喺瑞士揾嘅錢去德國消費咧，又真係好好使咯。同埋而家瑞士法郎咁勁，你知，同埋當一日遊咁樣咯，一日遊咁樣食埋飯係咪？即係飲埋嘢，咁買下衫、買下鞋、行下咁樣就好開心咯。咁你一家大細600蚊噶咯喎，即係6000蚊噶咯，即係嗰個限額可以6000蚊俾你咁嚟購物噶咯。咁通常啲人咧就一個禮拜去一次，星期六嚇，星期日就唔開嘅，星期六去，或者有啲咧就2個禮拜去一次嚇，有啲即係佢有啲1個月去一次咁咯。如果1個月去一次咧，佢就會成棚人噶啦，好多人噶啦嚇。咁因為佢要攞個 quota 啊嘛。咁有啲咧就for fun，即係佢哋覺得當去下街啊咁樣揸車去離開啊咁樣其實。到而家咧都好多人做緊呢個動作，都係跨境購物，因為瑞士咧真係食嗰度咧，尤其是肉啊，啲肉咧係好貴嚇，係好貴，但係咧就好靚。德國啲肉咧冇瑞士咁靚，佢瑞士咧賣翻即係你超市睇嗰啲肉咧，譬如雞咁咧，佢已經係瑞士農場嘅雞咧，佢。一個瑞士國旗啊，講到明係瑞士嘅雞，你知？咁佢係貴嘅嚇。咁即係如果你係食匈牙利啲雞咧，啲味係唔同啲嚇。我覺得係咧。仲有呢度啲雞蛋啊，呢度啲雞蛋咧係標到明係瑞士雞蛋，就可以賣好貴嘅。但係咧，啲人係買嘅，你知？啲瑞士人咧係好支持瑞士嗰啲農夫嘅啲農產品。瑞士嘅雞蛋啊，瑞士嘅肉啊，瑞士嘅牛奶啊，佢哋瑞士嘅菜啊，佢哋係買得貴，但係咧有市場嘅，因為瑞士人係買翻嘅。咁如果去德國買雞蛋啊、買菜買肉咧，係嗰啲真係即係嗰啲人係揾得錢唔多啊，或者屋企小朋友多啊，要慳啲啊。咁佢哋其實咧，佢哋唔係窮，佢哋要慳咗啲錢嚟做咩咧？大家知唔知啊？慳咗啲錢我哋去旅行，
瑞士人好興嘅。不過呢度啲人去旅行咧，通常咧都係揸車嘅，揸車，譬如揸車去德國啊，揸車去意大利啊，揸車去葡萄牙咁樣。我個葡萄牙工人就揸車去葡萄牙旅行啊咁樣，或者咧跟嗰啲package 嗰啲團咧就去西班牙咁樣樣嚇，即係佢哋多數都係嚟去翻歐洲旅行。歐洲去旅行啊，就唔係話去美國啊，唔係去加拿大啊，唔係去亞洲旅行少咯。咁呢度啲人係即係肉啊，真係好貴。我上個禮拜咧喺 Facebook 度見到有個小紅書啊，啲人話俾我聽，有個中國嘅留學生嚟瑞士讀 master 讀醫嘅，好似讀醫嘅嚇，讀 medical 嘅。佢咧為咗慳錢咧，佢有個方法啊！佢食貓糧，佢走去超級市場咧買啲貓糧嚟食。我真係睇到 O 咗嘴，你知佢咁嚟慳錢。啲貓糧好難食噶嘛，佢又唔知點樣溝啲蜜糖啊，溝啲剩咧落多啲糖咁嚟食，咁啊慳好多。佢話啲肉咧佢唔捨得食，啲肉真係好貴，瑞士啲肉真係貴。咁變咗咧，通常咧都係減價時買咯嚇。咁都差唔多噶啦，我今日講嘅嘢嗱，咁佢咧其實佢規定嘅其實好緊要啊。佢如果你買多咗，其實咧就係佢個總量啊，個總量嗰個數量咧係好嚴格。肉係1公斤，你知唔可以超過1公斤嚇。牛油嗰啲咧就係1 kilo 嚇，咁油咧就係5 kilo，咁酒咧又係。雪茄嗰啲咁樣樣，其實都係肉啦，海鮮都係咁樣樣。咁如果你過咗咧呢個限額咧，佢係要你俾嗰個海關稅，罰你海關稅，再加埋個增值稅，係扣2樣嘢嘅嚇。咁通常咧啲人都知道有準備啊，兩手準備嘅啦。知道自己買咩，咧就叫多啲人嚟咯，叫多啲人嚟，呢都係一架車㗎啦，係咪先？一架車咁樣樣，多個人咪多個 quota 咯，通常都係咁樣嚇。所以喺呢度生活人工高，但係物價高，咁變咗抵消咗之後咧，你剩翻嘅閒錢咧，就其實咧德國人可能仲多過瑞士人。德國啲嘢平，人工平，但係咧佢抵消咗之後咧。佢嗰個剩翻嗰個usable amount，即係佢剩翻可以消費嘅錢咧，係可能會多過啲瑞士人咁樣樣咯嚇。OK， 我做咗幾耐直播啊？我做咗幾耐直播？我都成45分鐘、42分鐘啦。大家有冇啲乜嘢想想我講㗎嚇？關於佢跨境購物。所以香港係好幸福嘅，係咪？日日都可以返深圳買嘢嚇，買乜都得，冇問題。呢度唔係唔得。嗱，星期日唔開門啦，係咪？咁啊得返星期6啦。即係如果你做工嘅1至5，咁啊跟住又要知道買咩啦，就係張清單啦，要就一就啦。如果我要買4公斤肉嘅，我就要4個人啦，咁樣樣咯嚇。所以呢度生活係好多法例、好多規條嘅，你要遵守嘅。但係你喺呢度住咧，你日日咁樣介鄰舍過得咁樣咧，又覺得 OK 嘅，唔係一回事咯。即係你要守法咯。但係咧有一樣嘢，呢度係唔興監控嘅。香港咧度度都有 CCTV，呢度瑞士好少嘅，真係好少 CCTV 嘅。嗱，火車站嗰啲唔夠膽講啦，巴士站嗰啲冇啦。即係譬如我街口啲巴士站冇 CCTV 嘅。嚇咁但係佢犯罪率咧都低嘅嚇，我唔知點解啦，即係嗰啲人守法咯嚇，冇乜罪案咯，啲人忙於遵守法律啊，唔得人犯罪，唔得人犯案。同埋如果喺呢度住你冇得走嘅，即係你要登記啊成咁樣樣，即係你唔可以 illegal，唔可以黑工。德國法國咧就可以，可能佢收埋好多外勞啊，或者黑工啊，即係嗰啲非法移民啊。瑞士冇非法移民㗎，你冇可能生存到，因為你真係冇可能生存到喺呢度非法移民，你冇得立足嚇，冇人會夠膽收留你，你冇入息，咁你點生存咧？係咪？咁呢度
因為佢瑞士太多規例、太多法例，咁變咗咧非法移民咧係應該差唔多係零嘅，冇可能嚇。日內瓦可能會有少少嚇，日內瓦會少少，但係蘇黎世德語區咧就根本你生存唔到啊嚇，即係要起碼第一你要有人收留你嚇。如果你係譬如親戚收留你，隔鄰舍見到噶嘛，隔鄰舍見到會問噶嘛嚇，邊個嚟㗎咁樣住咁耐啊咁樣，變咗即係其實呢度啲人係好守法嘅，因為太多法例咧，所以要守法。OK， 差唔多啦嚇，而家都成係咯，講咗45分鐘啦。OK， 咁希望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嚇。而家呢度落緊雨啦又。OK， 咁我係 Kit 姐瑞士 Kit 姐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開開心心。下次直播再見，希望下禮拜可以做直播啦嚇。因為而家我屋企咧有訪客啊，有朋友喺度住，咁變咗咧就少少有啲limitation，咁所以而家我就喺我間房度閂埋道門做直播，即係唔好俾人哋干擾嘛，係咪 ？OK， 咁啊差唔多啦嚇，拜拜，拜拜。